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苏晴雯当着全公司的面把咖啡泼在我脸上，像你这种底层员工就应该跪着求我别开除你。我擦掉脸上的咖啡，冷笑一声。当晚我就让助理收购了她男朋友的公司，谁还没个马甲呢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一早晨，我刚走进办公室，苏晴雯就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王雨欣，你周末的方案做得怎么样了？别又是那种小学生水平的东西。”我放下包，平静地回答：“已经做完了。”是吗？苏晴雯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“那你现在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”免得等会儿会议上丢人现眼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停下手头的工作，眼神暧昧地看向我们这边。这种场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自从3个月前我被调到苏晴雯的部门，他就3天2头找我麻烦，要么是嫌我的方案不够专业，要么是说我的工作态度有问题。我从包里取出文件夹递给他，苏晴雯接过去，随便翻了2页，就啪的一声甩在我桌上。这种垃圾方案你也好意思拿出来？数据分析完全不符合逻辑，创意也是照搬网上的模板。他的声音故意放得很大，引来更多人的注意。王雨欣，我真的很怀疑你是怎么进这家公司的，该不会是走了什么后门吧？办公室里传来几声窃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冷静地说：“苏经理，这个方案我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，数据都是从官方渠道获取的最新资料，创意部分也是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原创的。如果你觉得有问题，可以具体指出来。”苏晴雯嗤笑一声：“还在狡辩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”他指着文件上的一处数据，这个数字明显是错的。你连基本的市场调研都做不好，还敢说是原创？我仔细看了看那个数字，确认无误后说，这个数据是正确的，我可以把资料来源给你看。够了！苏晴雯突然拍桌子站起来，你还想继续撒谎吗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不认真工作还爱撒谎的员工，根本不配待在这个部门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向李文轩的办公室。李文轩是我们部门的总监，也是苏晴雯的追求者。虽然苏晴雯一直没有明确答应他，但李文轩对他言听计从，几乎是有求必应。10分钟后，苏晴雯从李文轩办公室出来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。他走到我面前，高傲地宣布：“王雨欣，李总监已经决定了，这个月底之前，如果你不能拿出让人满意的工作成果，就自动辞职。”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我抬头看着他，平静地问：“什么样的成果算是让人满意？”苏晴雯轻蔑地笑了笑：“至少要比你现在的垃圾水平强100倍。”说完，他踩着高跟鞋，扭着腰走回自己的座位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涌起一阵怒火，但我还是强忍着，默默收拾好文件。这个月，我一定要做出一份完美的方案，让他刮目相看。下午，我正在专心修改方案，苏晴雯突然走过来，在我桌上放了一堆文件，这些都是需要你今天完成的工作，记住，明天早上8点之前必须全部搞定。我看了看那堆文件，足足有30多份，每一份都需要详细的数据分析和整理。苏经理，这么多工作，一个人根本做不完。做不完？苏晴雯打断我的话，冷笑道：“那就说明你的工作能力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其他同事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
只有你这种新人才需要从这些基础工作开始练习。他顿了顿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意。如果你觉得太累，可以现在就辞职，我绝对不会挽留你。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都低着头，装作很忙的样子，没人敢替我说话。我知道他们都怕得罪苏晴雯，毕竟她在公司里有一定的权利，而且背后还有李文轩撑腰。我点点头，我会完成的。苏晴雯满意的笑了笑，这才像话。记住，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所有文件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放在我桌上。说完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对了，今晚公司聚餐你就不用参加了，好好加班吧。等他走远，坐在我旁边的小刘悄悄对我说，雨欣，他这是故意整你，你怎么还答应？我苦笑了一下，不答应能怎么办？他是经理。小刘叹了口气，苏晴雯自从当了经理就越来越过分了，仗着李总监宠着他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开始整理文件。反正我也习惯了，从小到大，我就是那种默默承受的性格。但这次我真的有些累了。晚上10点，办公楼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揉了揉酸痛的脖子，看着桌上还剩下的10几份文件，叹了口气。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我妈打来的。星儿，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？我一边继续整理文件，一边回答，公司有点事，可能要晚一点。妈妈的声音里带着担心，又是那个苏经理为难你吗？要不然你就别在那里做了，回来帮妈妈管理公司吧。妈，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工作。妈妈叹了口气，可是你这样太委屈了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我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望向窗外的万家灯火。如果别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恐怕会觉得我很傻吧。王氏集团的千金小姐，却跑到一家小公司做普通员工，还要受一个小经理的气。但我有我的坚持，从小到大，我想要的东西都能轻易得到，想做的事情也从来不会有阻碍。这样的生活虽然优越，但也让我觉得缺少了什么。直到大学毕业，我提出要自己找工作，体验普通人的生活。爸妈起初反对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不过他们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派了助理韩秀在暗中保护我。韩秀表面上是一家投资公司的经理，实际上是我的贴身助理。这3年来，我确实体验到了很多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，有工作的成就感，也有被人为难的委屈，有同事之间的友谊，也有职场上的尔虞我诈。这些都是我在象牙塔里无法学到的。但苏晴雯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我的忍耐底线。我拿起手机，翻出韩秀的号码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放下了。算了，再忍一段时间吧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再考虑其他办法。第2天早上，我准时把整理好的文件放在苏晴雯的桌上。她来得比较晚，看到文件后，只是冷淡地嗯了一声，然后拿起其中一份，随便翻了翻，就扔回桌上。字迹这么潦草，数据整理的也不够仔细，重新做。我愣了一下，可是这些文件都是按照您的要求。我说重新做就重新做。苏晴雯打断我的话，声音提高了8度。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？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停下工作，目光集中在我们这边。我感觉脸上发热，点了点头。好的，我重新做。苏晴雯这才满意的坐下，开始化妆。上午10点，部门会议开始，李文轩主持会议，苏晴雯坐在他旁边。今天我们要讨论下个月的营销方案。李文轩开口说道。
大家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几个资深员工先后发言，提出了各自的想法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站起来，准备介绍我花了一个周末时间准备的方案。刚开口说了2句，苏晴雯就冷笑着打断：“王雨欣，你这个方案我已经看过了，完全没有可行性，就不用浪费大家时间了。”李文轩看向我：“是这样吗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：“李总监，我希望能有机会把方案完整的讲完，让大家来判断。”苏晴雯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质疑我的专业判断？”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。李文轩皱了皱眉：“雨欣，苏经理经验丰富，他的意见你应该认真考虑。”我握紧拳头，努力保持平静。我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。苏晴雯冷哼一声：“公平？就你这种水平也配谈公平？”他站起来，走到白板前：“我告诉你什么叫专业的方案。”接下来的20分钟，苏晴雯洋洋洒洒地讲述着她的想法，而那些想法有一大半都是从我的方案里抄袭过来的。她只是换了个包装，就变成了她的原创。我越听越愤怒，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毕竟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小员工的话。会议结束后，李文轩当众表扬了苏晴雯的方案，还说要推荐给公司高层。苏晴雯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是挑衅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他不仅仅是想为难我，他是想彻底摧毁我。下午，我正在修改被退回的文件，苏晴雯又走了过来，这次她的表情比以往更加阴沉。王雨欣，你跟我来一下。我跟着她来到茶水间，苏晴雯确认周围没人后，转身面向我，眼中带着明显的恶意。我警告你，以后在会议上别想出风头，像你这种底层员工，就应该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。我看着他，冷静地问：“苏经理，我哪里做错了？”做错了？苏晴雯冷笑：“你的存在就是错误，你知道吗？李总监对你印象很不好，说你工作态度有问题，还爱出风头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我劝你识相一点，主动辞职，不然等到年底考核，你肯定是倒数第一，到时候被公司辞退，多难看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如果我的工作确实有问题，我会努力改进，但我不会因为莫须有的理由就辞职。苏晴雯的眼神变得更加阴冷。莫须有？王雨欣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他走近一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部门是我说了算，只要我想，随时可以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那你试试看。”我也压低声音回应。苏晴雯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回应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她恶狠狠地说：“好，很好，王雨欣，你给我等着。”说完，她转身走出茶水间。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加速。虽然表面上保持冷静，但内心深处一股从未有过的愤怒正在燃烧。这个苏晴雯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拿出手机，韩秀的号码躺在通讯录里。只要我拨通这个电话，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。但我还是想再等等，也许明天情况会好一些。第二天，我刚到公司，就发现自己的电脑密码被改了。我找到 IT 部门的同事，他检查后告诉我，有人申请重置了你的密码，理由是你违规操作。谁申请的？苏经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向苏晴雯的办公桌。苏经理，为什么要重置我的电脑密码？苏晴雯头也不抬地说，昨天我检查发现你用公司电脑处理私人事务，
为了公司信息安全，必须重新设置。我什么时候用公司电脑处理私人事务了？苏晴雯这才抬起头，冷笑着说：“你说没有就没有吗？我有监控记录，我知道他在撒谎，但也知道争辩没有意义。那请给我新密码。”新密码？苏晴雯装作很意外的样子。哦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李总监说了，像你这种不遵守公司规定的员工，暂时不能使用电脑。我感觉血液直冲脑门，那我怎么工作？可以手写啊。苏晴雯笑得很甜美，但眼中满是恶毒。正好锻炼一下你的基本功。办公室里其他同事都在偷偷观察，但没人敢出声。我努力控制着情绪。苏经理，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苏晴雯站起来，声音提高了几度。我看你是不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他指着我的鼻子，在这个公司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一个小小的员工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？我要见李总监，李总监很忙，没时间见你。苏晴雯轻蔑地笑了笑，而且这件事就是他批准的。我握紧拳头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但内心的愤怒已经快要爆发了。苏晴雯看出了我的愤怒，反而更加得意。怎么，想打人吗？来啊，你试试看，只要你敢动手，我立刻报警。然后你就可以被公司开除了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。既然他要玩，我就陪他玩到底。但这次我不会再忍了。中午，我走出公司大楼，拨通了韩秀的电话。韩秀，帮我查一下天阔广告公司的资料。小姐，出什么事了？韩秀的声音里带着担心。我简单的把苏晴雯的行为告诉了他。韩秀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“小姐，需要我直接处理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，只要把资料给我就行。”好的，半个小时后发到您邮箱。挂断电话，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坐下，等待韩秀的资料。很快，邮件就到了。天阔广告公司的详细资料，包括股权结构、财务状况、主要客户等等，一应俱全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家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，正在寻找投资者，而苏晴雯的男朋友张华正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。我继续往下看，发现了更有趣的信息。张华为了维持公司运营，已经抵押了个人的房产和车子。如果再找不到投资，公司就要破产了。我合上手机，嘴角浮现一丝冷笑。苏晴雯，既然你要玩，我就陪你玩一场大的。下午回到公司，苏晴雯果然又给我安排了一堆手写的工作，我默默接受，没有任何抱怨。这反而让苏晴雯有些意外。怎么这么快就认输了？她讽刺地说。早知道你这么容易搞定，我就不用费这么多功夫了。我抬起头，平静地看着他。苏经理，我只是想好好工作而已。苏晴雯满意地点点头。这才对嘛，王雨欣，只要你老老实实听话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对了，明天有个重要客户要来，你负责接待，记住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点头答应，心里却在想，明天应该是个不错的机会。晚上，我在家里制定了详细的计划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比平时更早到了公司。苏晴雯看到我这么积极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王雨欣，看来你终于想通了，好好表现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上午10点。客户如约到达，是一位中年男士，看起来很有商务经验。我按照苏晴雯的要求，认真地接待了他。但在介绍公司情况的时候，我故意提到了一些苏晴雯之前做错的项目。
客户明显察觉到了问题，脸色变得不太好看。会议结束后，苏晴雯把我叫到办公室。王雨欣，你刚才说那些是什么意思？我装作很无辜的样子，我只是实事求是地介绍公司情况。实事求是？苏晴雯气得脸都红了。你是故意想搞砸这个项目？苏经理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苏晴雯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后冷冷地说：王雨欣，我看错你了，我以为你已经学乖了，没想到你还在耍小聪明。苏经理，如果您觉得我的工作有问题，可以具体指出来。好，很好。苏晴雯点点头，既然你想玩，我就陪你玩到底。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，李总监，王雨欣的表现越来越差了，我建议立即将他调离我们部门。电话里传来李文轩的声音，具体什么情况？他故意在客户面前说公司的坏话，差点搞砸重要项目，这种员工根本不适合我们部门。我站在一旁，静静地听着他的诬告，心中的最后一丝犹豫也彻底消失了。苏晴雯，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当天下午，李文轩把我叫到办公室。雨欣，苏经理反映你最近的工作状态有问题。他的语气虽然客气，但眼中明显带着不满。我平静地回答：李总监，我一直在认真工作，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，我愿意改进。李文轩皱了皱眉：苏经理说你故意在客户面前说公司坏话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只是如实介绍了公司的情况。如实介绍？李文轩的声音提高了一些。雨欣，你要明白，我们是服务行业，在客户面前必须展现公司最好的一面。我点点头，我明白。李文轩叹了口气：这样吧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下周一之前，你写一份检讨书，承认错误，并保证以后不再犯，同时向苏经理道歉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李文轩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反问。那就只能按照公司规定给你记过处分，连续3次处分就要被辞退。我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走出李文轩的办公室，我看到苏晴雯正站在不远处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。她走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怎么样，考虑清楚了吗？我看着他，平静地说：苏经理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苏晴雯嗤笑一声：威胁我？王雨欣，你拿什么威胁我？我没有威胁你，只是好心提醒。提醒？苏晴雯的声音里满是讽刺。你一个小员工，有什么资格提醒我？他看了看周围，确认没人注意，然后恶狠狠地说：王雨欣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给你脸了，乖乖写检讨书道歉，不然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，是吗？我淡淡的笑了笑，那我拭目以待。苏晴雯被我的反应弄得有些意外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嚣张的态度。装什么装？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就会来求我了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再次拨通韩秀的电话。韩秀，天阔广告公司的情况怎么样？小姐，他们确实急需资金，目前欠银行贷款800万，如果月底还不上，就要被银行收回抵押物，那就收购他们。韩秀似乎有些惊讶：小姐，您确定吗？这家公司的价值并不高。我不是为了投资价值，我冷冷地说，我是为了教某些人做人的道理。明白了，我立刻安排。挂断电话，
我走到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夜景。苏晴雯，游戏真正开始了。第二天，我照常上班，表现得跟平时一样。苏晴雯看到我这么平静，反而有些不安。中午，她特意找我谈话。王雨欣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抬起头看着她，还没想好。没想好。苏晴雯冷笑，我劝你最好快点想好。李总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知道。苏晴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来。下午3点，苏晴雯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她看了看来电显示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华子，怎么了？电话里传来张华焦急的声音，虽然我听不清具体内容，但能感觉到是坏消息。苏晴雯越听脸色越难看，最后她甚至站了起来。什么？被收购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挂断电话后，苏晴雯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惨白。我装作关心的样子问：苏经理，您没事吧？苏晴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眼中带着狐疑，但很快她又摇了摇头，觉得不可能是我做的。毕竟在她眼里，我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员工，能有什么能力去收购一家公司？下午，苏晴雯请了假离开公司。我知道她是去找张华了解情况。根据韩秀发来的消息，收购已经完成，张华的公司现在属于我们了。第二天，苏晴雯上班时明显心情很差，她的眼圈红红的，看起来像是哭过。中午，我听到她和同事私下聊天：晴雯，你男朋友的公司怎么了？被人收购了。苏晴雯的声音很沮丧。华子说，收购方很神秘，不但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还给了他一大笔补偿金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好？苏晴雯苦笑。华子现在就是个打工的了，以前还是总经理，现在什么都不是。同事安慰他，至少有补偿金啊，你们可以重新开始。苏晴雯摇摇头。华子说要用这笔钱重新创业，但现在市场这么难做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心中没有任何同情，这就是苏晴雯应该承受的后果。下午，苏晴雯把情绪发泄到工作上，她变得比以前更加苛刻，不但对我，对其他同事也是如此。这个方案重做，这个数据有问题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工作？整个办公室的气氛变得非常压抑。终于，有同事忍不住了。小刘私下对我说：雨欣，苏晴雯最近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脾气这么暴躁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可能是有什么烦心事吧。烦心事也不能拿我们出气啊。小刘愤愤不平，我都想投诉他了。这时，苏晴雯突然走过来：王雨欣，过来一下。我跟着她来到会议室。苏晴雯关上门，直接问道：老实说，我男朋友公司的事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装作很惊讶的样子：苏经理，您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有那种能力？苏晴雯盯着我看了很久。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巧合了，先是你的态度突然变化，然后华子的公司就被收购。苏经理，我觉得您可能想多了。我平静地说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哪有能力去收购公司？苏晴雯继续盯着我，试图从我脸上看出什么破绽，但我的表情始终很平静。最后，他也觉得自己的怀疑有些荒谬。算了，可能确实是我想多了。他摆摆手，你出去吧。我走到门口，突然回头说了一句：苏经理，其实有时候换个角度想，未必是坏事。苏晴雯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您男朋友现在没有债务负担，又有一笔补偿金，
确实可以重新开始。苏晴雯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，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但又不敢确定。我没有继续说下去，直接离开了会议室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苏晴雯明显心神不宁，她经常发呆，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认真，但对我的态度反而没有之前那么恶劣了。我知道她心中有疑虑，但又没有证据。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最有利的。周五下午，韩秀给我发来消息：小姐，张华想见您一面。我想了想，回复：安排在明天上午，地点你来定，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。周六上午，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张华，他是个30多岁的男人，看起来有些憔悴。您就是收购我们公司的王小姐？张华小心翼翼地问。我点点头。张先生，请坐。张华坐下后，神情有些紧张。王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收购我们公司的目的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我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。我喝了一口咖啡。你们公司虽然暂时遇到困难，但基础还是不错的。张华松了一口气。那我现在的职位，你继续担任总经理。我看着他，不过我希望公司能有一些新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我拿出一份文件放在他面前，这是我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规划，你看看有什么问题？张华仔细阅读，眼睛越来越亮。王小姐，您这个规划很有前瞻性，如果能按照这个方向发展，公司确实可以做大做强。那就好。我点点头。对了，我听说你女朋友在天阔广告公司工作。张华愣了一下。是的，她叫苏晴雯，是那边的部门经理。能力怎么样？张华想了想，晴雯还是很有能力的，就是脾气有时候比较急躁。我笑了笑。那挺好的。张先生，我有个提议。您说。我们公司现在需要扩大业务，正好缺一个市场部经理。如果苏小姐愿意的话，可以考虑跳槽过来。张华眼睛一亮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晴雯一直想找一个更好的平台发展，薪水比她现在高50%，还有年终奖和股权激励。张华激动得差点站起来。王小姐，您真的太好了，我替晴雯谢谢您。我摆摆手。不用谢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她必须先从现在的公司辞职，而且要体面的离开。我不希望她带着任何争议加入我们公司。张华连连点头。这个没问题，我会劝她的。送走张华后，我在咖啡厅里坐了一会儿，接下来就看苏晴雯怎么选择了。周一上班，苏晴雯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，她甚至主动找我聊天。王雨欣，你觉得跳槽怎么样？我装作很普通的回答，如果有更好的机会，跳槽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苏晴雯点点头。我也这么想，有时候换个环境对个人发展更有利。我知道张华已经把我的提议告诉他了。果然，下午苏晴雯就提交了辞职申请。李文轩很意外。晴雯，为什么突然要辞职？是不是有人挖你？苏晴雯笑着说，确实有个不错的机会，薪水比这里高很多。李文轩有些不舍。那我们能不能谈谈？公司也可以给你加薪。文轩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已经决定了。李文轩叹了口气。那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按照公司规定，苏晴雯需要1个月的交接期，但她显然迫不及待想要离开，主动提出提前走人。我的工作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，提前走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李文轩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就这样，1周后，
苏晴雯正式离开了公司。临走的时候，她还特意来跟我道别。王雨欣，虽然我们之前有些误会，但我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发展。我点点头，谢谢苏经理的祝福。苏晴雯走后，整个办公室的气氛轻松了很多，同事们都松了一口气。小刘私下对我说：“雨欣，苏晴雯走了，你的日子应该好过一些了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是啊，终于可以安心工作了。但我知道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”苏晴雯离职后的第3天，我接到韩秀的电话：“小姐，苏晴雯已经正式入职了，她现在就在您收购的那家公司工作。她的表现怎么样？”“还不错，很积极主动。张华对她的工作能力也比较认可。”我在办公室里轻笑了一声：“那就好，继续观察。”挂断电话，我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。现在苏晴雯已经离开，我在公司的日子确实好过了很多。李文轩给我安排了新的项目，我也能发挥自己的真正实力。1个月后，我负责的项目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，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益。李文轩在部门会议上表扬了我：“雨欣最近的表现非常出色，是我们部门的优秀员工。”同事们也对我刮目相看。原来在苏晴雯的压制下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展现真正的能力，现在终于可以证明自己了。就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我接到了张华的电话：“王小姐，我想见您一面，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。“什么事？电话里不方便说吗？最好当面谈。”当天下午，我们在上次的咖啡厅见面。张华的表情很凝重：“王小姐，晴雯最近的行为有些奇怪。”“怎么奇怪？”“她总是打听公司的内部情况，特别是关于收购的细节。昨天，她甚至偷偷查看我的电脑文件。”我皱了皱眉：“她有说什么吗？”“她说想要更好地了解公司，以便制定市场策略。”但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张华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而且他最近经常问起您的情况，问您的年龄、背景，还有为什么要收购我们公司。”我心中明白，苏晴雯已经开始怀疑了。虽然她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很准。“张先生，你觉得他可能会做什么？”张华摇摇头：“我也不确定，但我觉得应该提醒您小心一点。”我点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这件事你先不要声张，继续观察他的行为。”“好的，我会小心的。”送走张华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看来苏晴雯比我想象的要聪明。她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已经察觉到了什么。如果让她继续调查下去，很可能会发现真相。我拿出手机，给韩秀发了一条消息，加强对苏晴雯的监控。第2天，韩秀给我发来详细的监控报告。苏晴雯确实在暗中调查我的身份，她托朋友查我的学历背景，还打听我家庭情况，甚至还在网上搜索关于王氏集团的信息。虽然她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，但已经很接近真相了。我必须采取行动了。当天下午，我给张华打了个电话：“张先生，我决定调整一下公司的人事安排。”“什么调整？”“苏晴雯不太适合市场部经理的位置，我想把她调到其他部门。”张华沉默了几秒：“王小姐，是不是晴雯做错了什么？”“没有，只是我觉得她的能力更适合其他岗位。”张华的声音有些为难：“可是她刚来不久，而且工作表现还不错，突然调岗的话，她可能会有想法。”“张先生，这是我的决定。”我的语气变得严肃：“如果你觉得难以执行，
我可以考虑换个总经理。张华赶紧说：“不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”挂断电话，我知道苏晴雯很快就会知道这个消息，到时候她肯定会更加确定我的身份，但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第二天，苏晴雯就知道了被调岗的消息。据张华汇报，他当时就在办公室里发了脾气：“为什么要调我？我的工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张华解释说是公司的统一安排，但苏晴雯明显不相信。华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个王小姐到底是什么人？张华装作不明白，什么意思？她就是我们公司的新老板啊！新老板？苏晴雯冷笑，一个能随便收购公司的人，会是普通的商人？他盯着张华的眼睛，而且他为什么对我这么了解？连我在原来公司的情况都知道。张华心虚地说：“可能是他调查过你的背景吧。”调查？苏晴雯的声音提高了：“华子，你是不是瞒着我什么？”张华最终还是没有承认，但苏晴雯已经基本确定了自己的猜测。当天晚上，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“王雨欣，我知道是你。”我看着这条短信，嘴角浮现一丝笑意。终于，苏晴雯忍不住了，我回复了4个字：“不知所云。”很快，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苏晴雯打来的。王雨欣，别装了，收购华子公司的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我平静地说：“苏小姐，我觉得你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，产生了幻觉。”幻觉？苏晴雯气的声音都在颤抖。你以为我查不出来吗？那你查到什么了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显然苏晴雯虽然有怀疑，但没有确凿的证据。王雨欣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的声音里带着恐惧。苏小姐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继续装糊涂。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要挂电话了。等等，苏晴雯急切地说：“如果真的是你，我们可以谈谈。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可以向你道歉。”我冷笑了一声：“道歉？苏小姐，你道歉给谁听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，哪里受得起你的道歉？”王雨欣，求求你，别跟我玩了。苏晴雯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”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我的语气变得冰冷，我只希望某些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苏晴雯不断给我打电话发短信，有时候是威胁，有时候是求饶，但我都没有回应。据张华汇报，苏晴雯在公司的状态越来越差，她经常发呆，工作也心不在焉，有时候甚至会突然崩溃大哭。王小姐，请问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张华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。可能吧，我淡淡地说。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现在的状态已经影响到工作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按照公司规定处理就行。张华明白了我的意思。第二天，苏晴雯就收到了公司的警告信，理由是工作态度不端正，影响团队效率。这下苏晴雯彻底崩溃了。周五下午，苏晴雯突然出现在我们公司楼下，我接到前台的电话：“王小姐，楼下有位苏小姐找您。”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快下班了，让她上来吧。几分钟后，苏晴雯出现在我面前，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眼圈发黑，头发也有些凌乱。王雨欣，我们谈谈。我抬起头看着她：“苏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苏晴雯环顾四周，发现还有其他同事在。我们能找个私密的地方吗？我点点头，带她来到会议室。关上门后，苏晴雯直接跪了下去。王雨欣，
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我被他的动作惊到了。苏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装了！苏晴雯哭着说，我知道收购华子公司的人就是你，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即使真的是我，那又怎么样？苏晴雯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恐惧。你承认了？我承认什么了？我冷笑。苏小姐，你有证据吗？苏晴雯愣住了，确实，她没有任何证据。王雨欣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。我现在诚心向你道歉，求你原谅我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苏晴雯，心中没有任何同情。想起他之前的嚣张和恶毒，我只觉得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苏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明白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苏晴雯绝望地说，你已经毁了我的生活，还想怎么样？毁了你的生活？我蹲下身，和他保持平视。苏小姐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怎么可能有能力毁掉你的生活？苏晴雯看着我的眼睛，终于明白了，我就是不会承认，即使他知道真相，也永远无法证明。王雨欣，我真的很怀疑你是怎么进这家公司的，该不会是走了什么后门吧？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服。苏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要下班了。走到门口，我突然停下来，回头说了一句，对了，苏小姐，做人还是要善良一点，恶有恶报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说完，我离开了会议室，身后传来苏晴雯绝望的哭声。1个月后，苏晴雯从张华的公司辞职了，据说她患了抑郁症，现在在家里休养。张华也跟她分手了，原因是苏晴雯总是疑神疑鬼，怀疑所有人都在针对她。这样的状态让张华无法忍受，而我继续在天阔广告公司安静地工作着。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也没有人知道苏晴雯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关。我依然是那个普通的员工王雨欣，只是偶尔，当有新同事问起之前的苏经理时，老员工们会摇摇头说，那个人啊，已经离职了，听说是得了心理疾病，很可怜的。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苏晴雯，这就是你当初选择的道路的终点，我不过是让因果轮回来得更快一些而已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